喜宿主，欢迎进入影后她在后宫嘎嘎乱杀剧本。当前任务：扮演罪臣之女崔玉婉，在古代生存下去。我穿剧了。下一位，崔玉婉。当今皇上子嗣艰难，后妃众多，却只得一位公主。只要你凭借曼妙的身姿爬上龙床，在1年内生下皇子，就能咸鱼翻身，稳坐皇后宝座，救全家于危难。我要是生不了呢？那宿主将喜提斩首大礼包。启禀太后，此女吞陷元魂，上突下封，曲线云庭，是万里挑一的黄金比例。这般体态是天赐的福相，定能为皇上开枝散叶，诞下健康的皇子。此牌我不身材好又怎么样？就是你看他那张脸，你看他长能这见样，丑也就算了，还是个罪臣之女，凭什么参加选秀？那样就是丑死了！我的身材也不差呀。他怎么能来的？我可是美貌与实力并存的金凤奖影后，什么人都不就是攻略皇上接个种吗？凭什么呀？简直易如反掌！八卦。我不会是要顶着这张脸走到大结局吧？都川剧了，就不能给我点福利吗？我可是凭脸就能挤进全球美人榜前10的女明星啊！恭喜宿主成功入选，任务福利已发放。我的脸，完成任务即可上涨美貌值，另附新手大礼包，内含还我飘飘丸1颗，服用后可维持绝美状态1天哦。等着吧，今晚将是本影后征服皇上的后宫首秀。皇上，太后娘娘催了，今儿个侍寝的小主还没选呢。皇上，国之根本乃家族兴旺，后宫佳丽虽多，可这几年就只诞下了1个公主，这个储君之位空悬。皇上，若后宫再无皇子出世，还请皇上下诏过继宗室之子，立为储君。皇上三思啊！是。鱼儿困于池中，生个白吻，朕坐拥天下，却不如一句提线木偶。这才是本宫该有的美貌嘛！今日就让我这个……你别跳！好帅呀！俊眉修鼻，桃花眼，秃秃的男主脸啊！小兔崽子，白瞎了这张脸！你当这是片场呢，还能NG重来？年纪轻轻寻死觅活，你对得起谁啊？你片场是何衙门？你知道横店群演为了生计有多拼吗？3伏天都得裹棉被掩尸体，盒饭馊了都得咽下去。堂堂一个皇家侍卫，铁饭碗搁这儿往一圆，你演给谁看呢？他竟将朕当成了侍卫，我没寻死。你没寻死啊？我只是心情不好，站起来舒展舒展手脚。啊，那您继续。
这是我们老家的好运花，哄小孩用的。看你心情不好，送你了。好运花，一朵纸花。纸花怎么了？在我们那儿，只要闭上眼睛，对着好运花许愿，再吹口气，所有心事都会烟消云散，好运自然来。这女子看似破了，实则心地善良。你是不是有心事啊？不妨说来听听，说不定我能帮上你呢。这事你帮不了。哇，不愧是御膳房，这食材新鲜的，跟刚摘下来的一样。干粮，其实朕补身圣品，含着别说话。接下来就是本美人大展厨艺的时候了。横店3年练就的绝活，当归煨牛鞭，韭菜炒虾仁儿，再配枸杞炖老母鸡。这般好看，竟然还会做饭？还愣着干什么？添柴啊！哦，来了。来，快尝尝。这个确定是给人喝的？这牛鞭汤要趁热喝。不是，我不用。男人嘛，爱面子，我懂。来，这我自己来。怎样？温馨提示：还我飘飘丸药效还剩3分钟。这下可糟了。在下姓宋，名。你不会肾虚了，还节食啊？肾虚？我吗？不可能！你这黑眼圈都能当砚台了，还说不肾虚？朕那是为了不去后宫，熬夜批奏折去了。走，姐带你补补身体去。弯腰啊，大哥！你以为这是走红毯，生怕没人看得见你啊？低头啊！不是，灯笼都没亮，你摆什么 pose 呀 ？pose 是什么？我何时摆 pose 了？咖位不大，架子倒挺足。宋侍卫，你以为御膳房是你家炕头？皇上走路都没你谱大。可不就是我家炕头吗？对了，其实朕……哇塞！哇，还真来着了！哇，不愧是御膳房，这食材新鲜的，跟刚摘下来的一样。干粮，其实朕……补身圣品，含着别说话。接下来就是本美人大展厨艺的时候了。
横店3年练就的绝活，当归煨牛鞭，韭菜炒虾仁儿，再配枸杞炖老母鸡。他这般好看，竟然还会做饭。还愣着干什么？添柴啊！哦，来了。来，快尝尝。这个确定是给人喝的？这牛鞭汤要趁热喝。不是，我不用。男人嘛，爱面子，我懂。来，这我自己来。怎样？温馨提示：还我飘飘丸药效还剩3分钟。这下可糟了。宋侍卫，你先喝着，我还有事儿，你记得把它喝完啊！喝完。卿本佳人，奈何厨艺拙劣之私，可见世间之事难有两全啊！鸳鸯交尽系春水，亮亮陶影入画屏。万岁爷吩咐了，要找一位面若青杏、发若黑瀑的宫女，芳名唤作亮亮。是。女人果然不能熬夜，半夜后竟然丑得惊天动地。小主，大新闻，皇上正在满宫寻宫女呢。寻哪个宫女啊？好像是一个叫亮。快把镜子转过去！哦，等等，你说寻哪个宫女？到点了，收队，用膳。人呢？皇上，奴才将6宫上下问了一个遍，各宫长侍姑姑、上师局长膳都说没有一个叫亮亮的宫女，连宫籍册也没有她的记录啊。亮亮，难道是化名？给朕哀宫查验，务必寻到能穿上此鞋的女子，上至妃嫔，下至宫婢，一个不漏。这太后60圣寿将至，奉皇上旨意，为各宫小主缝制新鞋，请各位小主逐一试穿此鞋，量足。我说小主，您就别试了，您这脚样都快赶上御膳房的酱蹄棒了。你说皇上这是唱的哪一出啊？昨日大张旗鼓找一个宫女，今日做鞋还要一个一个量脚，简直闻所未闻。
听说皇上做了个梦，梦里有个狐狸精，脚踏七彩祥云，想要魅惑皇上，但是被皇上威严震慑逃跑了，落了一只鞋。这不，今天才搞出试鞋的事儿来了。哎呀，你们别乱说，万一真是哪位小主子呢？这误会可就大了。依我看，做鞋是假，找人是真，怕是做了什么坏事被抓包了，避免打草惊蛇，才闹出做鞋的事来。前2日我正巧丢了一只鞋，不会是在找我吧？可皇上又没见过我，难道是我偷偷溜进御膳房做菜的事儿被发现了？钟粹宫的，该你们了。如果真的是我，不会又该掉脑袋吧？太后有旨，召崔美人即刻前往慈宁宫。敢问嬷嬷，太后召我是何事啊？崔美人，太后的心思，咱们做下人的怎敢随意揣测？请吧。皇上，各宫都已试鞋完毕，就差钟粹宫了。钟粹宫，亮丽一定在那里。朕要亲自去钟粹宫寻她。崔美人，你可知罪？我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我干啥了就知罪？问你话呢？臣妾惶恐，太后可否明示？一个宫女敢勾引皇上，你是怎么治理宫里的人的？太后明鉴，臣妾实在不知情。不知？整个后宫都传遍了，皇上为了一个宫女大张旗鼓，人就在你钟粹宫，你还敢说你不知？自己这种离奇的丑闻竟然被我撞上了，你治下不严，一个宫女竟敢如此胆大妄为，若影响了皇家子嗣繁衍，歪了血统，你就等着掉脑袋吧！宫女能勾引皇上，还不是您逼皇上宠幸丑女，砍我脑袋算几个意思啊？我宁可回去当劣迹艺人，也不想留在宫里了。如今入宫的美人只有你还没有事情，你的宫里竟然发生了这种伤风败俗之事。你不要忘了，你的父亲还在诏狱，你的弟弟还在掖庭刷公桶。太后，臣妾知错了，臣妾保证以后一定会严加管教宫人，绝对不会让此类事情再发生。参见皇上。怎么会这样？难道朕找错了地方？这花是谁折的？回皇上，这花是崔美人折的。崔美人？崔美人？难道她就是？崔美人在哪儿？去太后那儿了。光一句知错就行了，哪有那么轻巧？见过娘娘。叩见太后娘娘。都起来吧。这就是那个被太后寄予厚望的崔氏，果然前凸后翘，体格风骚。太后娘娘，宫里嫔妃若人人都像崔美人这般不懂规矩，那请问要这宫规又有何用？你什么意思？臣妾听闻崔美人入宫1月，连龙榻都没摸着，已是失职。偏她宫里还出了狐妹子，勾引皇上。发生这等丑事，按宫规
该把崔美人削了位分，扔去掖庭。丽嫔姐姐，崔美人或许只是无心之失，直接削位分是不是太过分了？他父亲可是戴罪之身，若不严惩，往后阿猫阿狗敢往皇上跟前凑，成何体统？我与他们无冤无仇，为何一个两个的追着我养？太后，圣贤有云，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臣妾已经知错，太后，这次就饶了臣妾吧。圣贤之言虽善，但本宫认为知错能改也要看什么时候。有的错，一旦开荤了，便会后患无穷。太后，您说呢？传哀家懿旨，崔氏至公不言，着杖20，以儆效尤。崔美人，你忍着点儿。皇上驾到！臣妾见过皇上。皇上今日龙章凤姿，风采更胜往昔。若是得了空，还请多去臣妾宫里坐坐。好，朕与太后有事相商，你们先行退下吧。皇上日理万机，今日怎么有空来哀家这儿啊？母后，朕听闻宫中有人犯了错，要被杖责。啊！太后娘娘，臣妾如果打坏了臣妾的屁股，臣妾该怎么替皇上繁育皇嗣呀？繁育皇嗣是个女人就能生，还缺你一个？那能一样吗？臣妾可是要替皇上生儿子的人呀！贱人，你竟然敢阴阳本宫，生不出儿子！完了完了，一时情急光顾着求太后，忘了加妃，这机会别人说她生不出儿子了。姐姐莫气，这20棍下去，保管他屁股烂成桃，看他还拿什么狐媚身子勾引皇上。丽嫔姐姐快些收声，崔美人可是太后亲选的妙人，咱们这些下不出蛋的母鸡哪里比得上她？打，给我打，往死里打！慢着，崔美人是这批秀女当中身材最好，确是生儿子的好料。哀家就给她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来人，快把她带下去，别影响了皇上对她最初的印象。这是宫女之间争宠的笑话，皇上日理万机，哪用操心这些？母后，崔美人在哪儿？朕要见她。啊，儿子，你终于想通了，要宠幸崔美人了。母后，朕只是想找她试鞋子。这些小事，让宫人去做便是。来人，传哀家口谕，通知崔美人今晚好生准备，侍奉皇上。是。等等，母后。好皇帝，哀家就等着抱大胖孙子了。小主大喜，戌时相克，圣驾临幸，还请小主早做准备。太好了，今天晚上本影后就要一击必中，一举得男，摆脱这掉脑袋的炮灰命运。系统，快给我拿一些情趣用品，越大胆越好。推荐道具：西域合欢香、叫嚣鸳鸯帐、霓裳羽衣。宿主选哪个？当然是全要。怎么还不来啊？都准备好了吗？可别出岔子啊！回小主，连亲辈都熏了7遍合欢香了，保证皇上闻啊就下不来床。对了，再备2盒润喉糖。润喉糖？笨，待会儿皇上喊着喊哑了嗓子，不得备着？
系统。皇上那方面的行不行啊？这个可能需要宿主自己试一下。你们这是干什么？放开朕！皇上，奴才们送你去崔美人宫中圆房。朕不去，这又不是种马，放朕下来！皇上，这都是太后娘娘的意思，让今夜务必让崔美人怀上龙种啊！怀个屁啊！这……皇上得罪了，奴才再给您念一段锁春娇祝信。两位公公，这是……启禀小主，奴才已顺利将皇上送达，先行告退了。没想到皇上还挺潮，喜欢玩捆绑 play， 好刺激，我喜欢。怎么是你？怎么是你？完犊子了！小侍卫竟然是皇上，裤子都脱了，你给我演这出！我叫亮亮，你不会肾虚了？欺君在前，辱骂在后，我本就是戴罪之身，要是被他发现我就是亮亮，脑袋不得立刻搬家？不行，亮亮的马甲我必须捂严实了。这崔美人好大的胆子，竟敢无视朕！等朕恢复了自由，一定要好好的跟他算账。皇上，您这是唱的哪出啊？还不快给朕松绑！这宋美人貌似比出现时好看了些许，可怎么看也不像亮亮。但宫中只有她没试过洗澡。她这么盯着我，不会是看出什么端倪了吧？赶紧想个办法转移她的注意力。皇上，您先说。皇上，是宫里的蜡烛，晃得人眼晕，要不臣妾去把它灭了？不必了，今日就当朕没来过。这宫里熏的什么香？怎么感觉好热啊！皇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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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亮亮，你来了，朕找你，找得好辛苦。糟了，是熏了合欢香的被子，让皇上出现幻觉了。皇上，你怎么样了？你敢破朕！皇上，臣妾对您一片痴心。如果您不喜欢臣妾，你也不能将臣妾当做别人的替代品啊！你这样侮辱臣妾，臣妾还不如死了算了。要不是做贼心虚，我何至于此，毁了自己的侍寝首秀。罢了罢了。等等，你脚多大？皇上，您问这个做什么？朕让你答就答，哪有那么多废话？难怪之前让人试鞋，原来真的是在让人找我，真是小气！不就用了你的御膳房吗？回皇上，臣妾是3寸金莲。3寸金莲，朕记得亮亮的鞋可不止3寸。崔美人，你可知欺君之罪是要掉脑袋的？皇上明察，臣妾怎敢欺骗皇上？臣妾真的是3寸金莲。若皇上不信，臣妾可以把鞋脱了，只要皇上别嫌弃有味儿就行。罢了罢了，谅你不敢。你宫里的指挥是哪来的？你认识亮亮？啊，这……你宫里的人亲口跟我说，这是你折的。
若是再否认，只怕会引起皇上更多怀疑，不如先认下。回皇上，臣妾宫中确实有个叫亮亮的新人。那他现在人在何处？亮亮他家中有人去世，臣妾放他出宫休假了。那他何时？皇上，太后的人还在外面呢。听闻皇上的棋艺高超，不知今日可否有幸与皇上对弈一局？你只想与朕下棋？皇上瞧不上臣妾，臣妾也不想自讨没趣，只是输的人要有惩罚。臣妾若输一局，便说一句皇上饶命；若皇上输了，皇上要说崔美人的身子真销魂，朕命都给你了。皇上饶命皇上，该你叫了。崔美人的身子真销魂，朕把命都给你！皇上饶命！崔美人还真是有些本事，居然能让皇上出这动静，都快一宿了。崔美人可是太后严选，肯定有一些勾引男人的本事啊！嘴碎！既然折腾了一整宿，还让皇上错过了早朝，哀家果然没看错人。一宿9次，他居然在侍寝的时候叫了9次饶命。你知道这后宫最忌讳什么？最忌讳狐媚惑主的贱蹄子。皇上已封崔美人为嫔，还赏了太后娘娘那只蕾丝金凤簪。哼，进封了又如何？不过是皇上新鲜劲儿没过罢了。本宫倒是要亲自让他看看，这后宫到底是谁说的算。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崔美人温婉贤淑，深得朕心，特晋封为崔嫔，赐金凤簪一只，钦此。臣妾谢主隆恩。哟，妹妹，这簪子可金贵着呢。这可是太后及笄时的旧物，既然赏赐给你了，足见太后有多宠爱你了。臣妾定当会好好保管，妹妹知道就好。毕竟若有个磕碰，可没办法向太后交代。妹妹，姐姐刚刚还提醒你来着，这届宫斗选手不行啊，这种自说自话陷害人的伎俩怎么还在用？臣妾怎么会怪娘娘呢？臣妾自会想办法修复。3日后便是太后寿宴了，妹妹可得抓点紧，太后一定很期待你戴上簪子呢。这等老物件脆得很，别说3日，就是3年你也修不好。
以前干剧组的时候，什么道具没做过，这次就来个复古版的花卉簪吧。正好御花园的桃花开的正艳，就用它来做装饰吧。王爷，自您在战场上遭遇伏击，就一直在外养伤。此番进京，皇上必会派人试的，不如把安卫叫回来保护您。不可，这样会打草惊蛇。若是被太后知道，恐生事端。可这皇位本该是您的，若非当年太后趁您受伤赶不回来，谎称您已亡故，让他儿子继了位，那您现在已经是……这女子举止之间，倒是有种别样的风味，比这后宫中的其他人，倒是别有不同啊。王爷这审美真是独特啊！王爷，那是新晋的崔嫔娘娘。崔嫔，她就是那个将我那皇帝侄子迷得神魂颠倒，错过了上朝时辰的崔玉婉。本王倒想见识一下。花儿开在枝头，本该供人欣赏，姑娘将它折下，不觉得太残忍吗？你是？我家世代皆是御前的养花之人，姑娘所折的都是我的心血。你若是不能给我个解释，须得赔我3壶梨花白。看他人模人样的，没想到是个碰瓷的酒鬼。梨花白我没有，解释倒有好几个，不知阁下是想听真话，还是假话？真话又如何？假话又如何？真话平平无奇，假话天花乱坠。这女子真心有趣。那我要听半真半假的呢？我是嘉妃娘娘宫中的女官，因不小心打碎了娘娘最爱的发簪，这才病急乱投医，想着摘花修复。但你放心啊，我只摘了1朵。姑娘这碎簪，里面掺了米糊和桃胶，好眼力呀！米糊粘性差，我这才加了桃胶增加粘性。这法子倒是别具一格，送礼啊送礼，你可捡到宝。桃胶虽能增加粘性，可一旦遇水，迟早还会碎裂，到时你如何跟娘娘交代？少见多怪，这可难不倒我。等簪子粘好，用这丝线把关键部位缠绕起来，又不会失去美观。至于这破裂的簪花嘛，可用桃花花瓣镶嵌修补。此法甚妙，如此一来，这簪花便不再是冷冰冰的死物，而且还能有一股桃花的香气。可鲜花易败，这簪子迟早会枯槁，到时再如何是好呢？这是我的独家秘方，今日已经说的够多了，不能再和你闲聊了。我总不能和你说我用了科技手段做出了永生花吧？啊，姑娘这番巧思让我大开眼界，没想到修这小小的玉簪竟还能如此玄妙，实在是有趣。这世间万古皆有相通之处，只要你用心发现，定能发现其中的关窍。崔玉婉这贱人，连雍王殿下都敢勾引。皇上既然连后宫最丑的崔氏都能宠幸，更该雨露均沾，让其余妃嫔得慕隆恩。母后有所不知，崔嫔的身子，朕最是喜欢，与朕最是契合。契合？前日张御史参你专宠邀嫔，昨日李尚书谏言你沉溺床笫之欢，他们都是你小叔的人，摆明了是看他回京起了心思，存心找你错处呢。儿臣这不都是为了让母后抱上孙儿吗？
是您说的，儿臣得有皇子，才能让这帮拥护小说的朝臣闭嘴。话虽这么说，但你也不能总往钟粹宫跑。后宫最忌一枝独秀，其他妃子……母后，儿臣与崔嫔约好了一起赏月，就先行告退了。啊，你……太后娘娘心中唯有的遗憾，便是入宫之后再也没回过家乡，多年来愈发思念，说是能在寿宴上圆了太后的念想，那便是最好的寿辰礼。不就是一幅思乡图吗？当年我为了跑祖赚钱，可没少做道具。躲得过初一，躲不过15，总不能次次都和崔嫔下棋吧？亮亮。臣妾见过皇上。崔嫔，他喊的明明是亮亮，我这猪脑子怎么就回了头？你为何在此作画？臣妾在给太后画寿辰礼呢。你既然在为母后准备寿礼，朕便不打扰了。你可知？算了，若是亮亮回来，他也是没法子解决朕这无子的燃眉之急。方才差点就在皇上面前露馅了，未免夜长梦多，得找个机会让亮亮彻底消失，断了皇上的念想。嘉妃娘娘献南海东珠1壶，臣妾特命人寻来36颗鸽卵大的东珠，祝太后福如东海。入座吧。林婕妤献百寿图绣屏，臣妾恭祝太后福寿安康。丽嫔娘娘献玉如玉1对儿。哎，怎么那位刚升了位分的崔嫔妹妹还没来？莫不是寿辰礼拿不出手，不敢来了吧？到底是罪臣之女，哪有什么好物件？这会儿怕不是躲在自己宫里不敢出来呢。臣妾来迟，还请太后娘娘恕罪。崔嫔妹妹好大的架子啊，让太后等这么久。臣妾听说她连贺礼都是现赶的，摆明了没将您的寿礼放在心上。臣妾恭贺太后娘娘千秋万岁。臣妾之所以来迟，是臣妾在给太后娘娘准备这份寿辰礼，此乃臣妾根据娘娘跟前嬷嬷口述绘制的并州12景。快，呈上来。自己画的，果然是上不得台面的小门小户，丢人现眼。崔嫔妹妹，你还是赶紧退下吧，别扰了太后今日的好兴致。哀家许久未见这般用心的贺礼了。这是城西口老槐树下的石桥，还有3棵银柳，都画得分毫不差。这银柳还是哀家及笄时那年亲手栽的，好啊！你有心了。太后娘娘若喜欢，臣妾愿意再绘白景图献与您。崔嫔妹妹真是聪慧，仅凭嬷嬷口述就能将姑母出生之地绘制得如此传神。再赏崔嫔东珠1壶，蜀锦10匹。崔嫔今日落落大方，倒与之前大不相同。朕真是疯魔了，想将她
错看成亮亮。太后娘娘容禀，崔嫔表面乖巧，哄您开心，实则是为了掩盖她弄坏金簪之责。她今日所戴金簪，并非太后娘娘您赏赐的那只蕾丝金凤簪，应是金凤衔珠，她却簪花擅自改动金簪，这分明是没将太后娘娘您放在眼里。崔嫔，你好大的胆子！回太后娘娘，此簪的确是您所赐。由于簪子年岁已久，3日前簪子发生了破裂，臣妾斗胆用御花园的桃花与米糊重铸，并添了一丝流云纹。臣妾知道损毁于此之物是死罪，但臣妾并非故意，一心想着就算不能修复如初，只要用心，便可重获新生。就像并州的老桥虽毁，乡民们仍用碎石铺出了新路。你巧舌如簧，强词夺理。好个碎石铺新路，一只金簪竟能引出这等独特的见解。崔嫔巧思要比原簪更合母后心意。本王来给嫂嫂贺寿，没想到在殿外瞧了一桩趣事。雍王，你倒是会凑热闹。那个花匠竟然是雍王，皇上的小叔。他们姓宋的都是那么喜欢角色扮演吗？要本王说呀，崔嫔这侄媳倒是个妙人，修补簪子的手艺远胜京中匠师。这金簪的立意也比原簪更妙3分。这流云纹，这桃花，倒跟本王的桃花扇相映成趣，鲜嫩的能掐出水来。这等巧思，怕是连御用的珠宝匠人都为之不及啊。雍王殿下倒是会夸人，我都有些好奇这金簪了。冒冒失失的，成何体统？还不快下去！是。好你个崔玉婉，竟然趁着太后寿宴，将诅咒太后的宴圣之物放在盒子里。来人，将崔嫔拿下！我分明只放了画，哪来的巫蛊娃娃？这不是臣妾的。证据确凿，还敢狡辩？慢着！参见皇上。太后娘娘，皇上，臣妾是冤枉的，臣妾不知道这娃娃是从何而来啊！这装画的盒子可是崔嫔妹妹带来的，就算是有人算计了你，大庭广众之下，我等哪有机会接触这盒子？崔嫔妹妹，我知你挂念牢中的父亲，可你也不能诅咒太后呀。蜀锦云纹底，南海东珠坠。崔嫔位分不过嫔，如何能用这等贡品？林介瑜，你方才离画盒最近，可曾识得这布料跟针脚？这个蠢货，争风吃醋，竟然算计到哀家这姑母头上了。此事还要从长计议，莫要冤枉好人。母后说不要冤枉了好人，那崔玉婉就得受此冤屈吗？儿臣建议立刻搜宫，找出真正的作怪之人。今日是哀家寿宴，就不要节外生枝了。哼，这宫中之事可真是复杂。本王当年在外征战，只是受了伤，传回宫的却是死讯。今日崔嫔之事疑点重重，却要蒙混过关，莫非又要为了掩护别人而掩盖真相吗？母后，此事儿臣定要查出个清白，还崔嫔一个清白。来人，传朕旨意。哎呀，哀家这头。母后，你放心，巫蛊之事，朕定会查明真相，还你一个清白。这几日，你就安心在宫中休养。臣妾多谢皇上。
其实朕有个心结，你可还记得朕提过的亮亮吗？朕想见他。皇上，这亮亮虽说是臣妾的人，但也无甚出奇。您一直寻他，可知他犯了什么错，得罪过您？我不就用了你的御膳房说你肾虚吗？至于这么记仇，非要把我找出来，至于吗？此事说来话长，既然他一直未归，朕便派人去寻他。不可！臣妾是说，亮亮过2日就回来了，皇上不必专门派人跑一趟。真的？那就好。对了，说他回来，不可对他提及朕的身份。朕怕吓着他。大哥，你也知道会吓着我，那你还执着要见我？宿主只剩最后50积分，请问是否要全部用掉？兑换还我退换完，这次必须借着亮亮的马甲和皇上说清楚。小崔，稳住！不就是陪皇上玩角色扮演吗？您可是影后，拿出你作为演员的信念感。亮亮，宋侍卫，亮亮，你总算回来了，一声不吭就出宫，也不告诉我一声，害得我满皇宫找你。抱歉，前些日子家中出了点急事，来不及告知。不过你找我，到底是什么事啊？这是我特意为你准备的点心，每次我来这儿散心，都会带着，希望哪天遇到你，能给你尝尝。就为了这一盒点心，这么急着见我？多谢。对了，你既已入宫，为何没有宫籍登记在册？我是新入宫的，登记时不小心吃坏了肚子，就错过了登记。补办公籍时又不巧，几次管事的都不在，就一直拖到了现在。原来如此。我就说宫规严格，怎么会没有你的宫籍？我的脸怎么在变了？抱歉，宿主，还有特征丸毕竟是特效药，每服用1次，药效便会酸粉，此次药效只能维持1炷香的时间，即将失效。你不早说！对了，我有件事情要和你坦白。其实我不是侍卫，我是亮亮。我突然想起来，忘记给翠屏娘娘送东西了，我先走了。等等，亮亮，我话还没有说完。亮亮，皇叔，还请将帕子还给朕。什么帕子？本王可不见。皇叔这里在高府。回京之前，本王就听说，皇上为了一个宫女，后宫折腾鸡飞狗跳，原来是真的。你该不会想效仿纣王痴迷美色，荒废政务？皇叔，莫言，此剃头崔玉的却跟妖艳惑主的宫女纠缠不清，真是吓人。朕从未荒废政务，帕子留在皇叔那无用，还请归我。乖侄子，想要帕子不难，只要你与本王比试一场，你赢了，本王自当双手奉上。3局2胜，第1局比剑，铜壶鼎，悬红绸，先射断者胜。
皇上当年能从本王剑下夺嫡，今日怎连弓都拉不住？3局2胜，有本事换个别的再比。好啊，那就比摔跤。若本王输了，除归还帕子外，本王军中今年的军饷自筹3成。一言为定。好侄儿，知道你为什么会输给本王？因为偷来的皇位是守不住的。后宫妃嫔众多，你连一个儿子都生不出，这就是抢别人东西。后宫之中最忌讳的是起歪心思。你们以为你们那些见不得人的手段能瞒得过哀家的眼睛？告诉你们，后宫当中的一举一动，哀家都清楚得很。劝你们还是摆正心思，好好伺候皇上，为皇家开枝散叶。若有人再敢兴风作浪，算计到哀家头上，哀家定不轻饶。臣妾谨遵太后教诲。林婕妤，你素来是个聪明之人，又是哀家的本家侄女，哀家对你寄予厚望，你更应该以身作则，安分守己，不要做出让哀家失望之事，丢了林家的脸面。谨遵太后教诲，臣妾谨记于心。今晚轮到谁侍寝？回太后，今晚轮到崔嫔侍寝。怎么又是他？之前皇上不愿翻牌，咱们才做了一份轮寝名单，按日子算，今晚确实轮到崔嫔侍寝。太后娘娘，前几日崔嫔才在你的寿宴上闹出那么大的动静，这巫蛊娃娃的事都还没消停。就是，有崔嫔在的地方就不消停。太后您还是做主，换个人给皇上侍寝吧，别又惹出什么乱子来，伤了皇上可就不好了。哼，后宫之中，崔氏长得最丑，凭什么她这么得宠？也不知道皇上到底看上她什么了，说不定是使了什么狐媚手段。就是。好了，换人。不。今晚就要妃嫔侍。皇上，真圆房吗？后宫妃嫔众多，你却连一个儿子都生不出，这就是抢别人东西的报应。朕不仅要生出儿子，更要做好这个皇帝。真圆房。那来吧。朕先缓缓。上次你点的合欢香不错，还有吗？就是矫情，他定是嫌我长得丑，又迫于太后施压才来的。不过无妨，反正我只要顺利生下皇子，便可母凭子贵，保住这条小命。皇上需要蒙眼布吗？来一个吧。真是个妖精，朕竟不知你的腰身这般柔软。那皇上还满意吗？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崔氏玉婉温公殊甚，事上已成，待下已合。今特进崔氏为淑妃，望儿此后一家落甚。
相赞内廷以慰朕心，钦此。臣妾谢主隆恩。没想到皇上还挺灵感，我的腰啊！恭喜宿主成功侍寝，晋升妃位。本月你要越变越美的心愿已同步达成。顺带附赠神秘大礼包一份。升位分还有神秘大礼包，这大礼包里是什么呀？宿主日后自会知晓。还卖关子。怪哉怪哉！淑妃娘娘，劳烦您换一只手。怪哉怪哉！喂，淑妃的体质是有什么不妥吗？回禀太后，淑妃娘娘的脉象平和有力，气血充足，周身经络通达无阻。以臣多年行医经验来看，淑妃娘娘的体质实乃100年难遇的异运之体啊！那个贱人得了几次恩宠，愈发光彩照人了。没想到还是个异运之体，她要生下皇子，本宫在宫里还有立足之地。娘娘莫急啊，臣妾家乡有一种香料，久闻之后会让女子永远不能生育。竟还有这样的好东西，千真万确。那还等什么？赶紧安排，绝不能让崔氏抢先生下龙种。亮亮，朕的心里好像有了别的女人。臣妾准备了这份寿辰礼，快呈上来。臣妾斗胆用御花园的桃花与米糊重铸，还添了一丝流云纹。可朕也感谢你对朕的开导。来。朕真是魔怔，怎么会将崔玉婉和亮亮混为一谈？崔嫔，朕有事与你相商。你的黑痣……回皇上，臣妾得了封赏，自然也就有银钱去调理身体了，容貌也就有了些许变化。原来如此。对了，你可否帮朕把亮亮叫出来？朕想坦白身份。老天爷呀，亮亮到底给你喝了什么迷魂汤？你怎么老要找他？皇上，亮亮他今日出宫采买，还未回宫。还未回？嗯，朕这就派人把他叫回。看来不能再拖了。系统，我要让亮亮消失，让他在皇上面前彻底消失。宿主之前的积分都花光了，不过免费商城有各种花样的死法，任君挑选。以盲盒的方式随机抽取，附赠半炷香的还我飘飘丸一粒，保证宿主美美来美美去。抽，立刻抽！亮亮，宋侍卫，不知道这盲盒抽出来是啥，到现在也没瞧着有什么异常。我勒个老天奶，怎么是雷劈啊！亮亮，
莲郎，莲郎，怎么会这样？这死的也太随便了，怎么还给我留一口气呢？一般来说，白月光下线都要7主线，给你留口气，说遗言嘛。莲郎，莲郎，怎么会这样？我还有好多话没跟你说，为什么会这样？眼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宋侍卫，忘了我吧，带我去淑妃宫里，淑妃心善，会帮我安置好后事。好，别再说了，我什么都答应你。告诉淑妃，我就算到了地下，也会替她和皇上祈祷，愿她跟皇上早生贵子，白头偕老。死前，我还有一个心愿。你说，只要我能做到，我什么都答应你。一定要告诉皇上，淑妃是百年难遇的遗孕体质，让她务必多宠幸淑妃。若淑妃能怀上皇上的孩子，我也能。亮亮，你怎么能就这么抛下朕走了？朕还没来得及跟你说个对不起，你就走了。朕还盼着能和你一起看遍这宫里的春花秋月、夏荷冬雪。皇上，人死不能复生，您这般折磨自己，亮亮泉下有知，也不会安心的。他是朕的挚友，朕放不下，朕真的放不下。不行，朕要再看他一眼。皇上，您这样只会让自己更痛苦。亮亮若泉下有知，看到您这般折磨自己，也不愿见您如此。而且，您还有臣妾呀，臣妾会一直陪在您身边的。亮亮下线，愿望达成。本系统将进行为期1个月的升级，升级期间系统进入休眠，宿主的心愿将通过达成任务来实现。宿主请多保重。行了行了，最大的隐患已经解决，还能出什么事儿？本宫奉嘉妃娘娘之令，来此查看分给各宫的衣物。这衣料倒是挺别致，哪位娘娘的？回娘娘，这套是上衣局给淑妃娘娘准备的。这针脚，这花坠，做的是不错。本宫可给你们提个醒，淑妃娘娘正得圣宠，你们这些伺候的都机灵点。是娘娘。行了，赶紧把衣服给娘娘送过去吧。是。臣妾给太后娘娘请安。快起来，你这身子金贵，往后就不必行此大礼了。来。
来，这是新进贡的燕窝，对你这身子最是滋补，快尝尝。多谢太后赏赐。这段时间，哀家会让皇上常去你宫里。你若是需要什么，尽管和哀家提。这是怎么了？快快快，传太医！太后，您快看淑妃娘娘的脸，这燕窝是奴婢亲手熬制，从未经过他人之手，怎么会吃出红疹呢？定是那个杜副使的阴招，自己生不出，就使这种下作手段。快，先去宣太医。是。如何了？回太后，娘娘无碍，这燕窝也没有问题。那淑妃脸上的疹子是？娘娘起疹的缘由，臣尚未查出。不过，娘娘似乎有喜了。有喜了？看脉象，确实喜脉。不过时日尚浅，还需过段时间再请一次平安脉确认。如若真是喜脉，加上娘娘这特殊的体质，我相信这头胎定是一位皇子。哎呦，这可是哀家的第一个孙子，可不能有闪失。林婕妤，你好大的胆子，竟然敢诓骗本宫！你分明是故意的。娘娘息怒，臣妾冤枉。臣妾是按照您的吩咐，给淑妃用了避孕香。那她怀上你怎么解释？娘娘放心，就算她怀了，也不一定生得出来。怎么吃个燕窝还起了满脸包呢？不过好在终于怀上了。多谢王爷相救，不然我的孩子就……娘娘客气了，本王只是举手之劳。听说娘娘有喜，特来恭喜。那就谢王爷吉言了。不过我这孩子可真是命硬。命硬？娘娘这几日不是被人撞着，就是险些摔着，这会儿四下无人，野猫又出来吓人，就没一个安生的。御花园素来有专人养护，哪来的野猫？王爷，将军打仗可比这凶很多了，这点伤不碍事。我的帕子怎么会在王爷这儿？这是你的帕子？是啊，你看这上面绣的玫瑰，整个后宫可是独一份儿。这帕子是本王的寿宴之上偶然拾得，见它绣工精致，便顺手留了下来。既然这帕子是娘娘的，本王自然归还。多谢王爷。难道我那笨蛋皇侄满宫找的小嬷就是淑妃？那她这模样……你出宫一趟，去找到崔玉婉入宫前的画像，若遇阻挠，持本王手令，调3司档案。是，但若被皇上察觉，哼，他若连枕边人都认不清，这皇位不如不做。皇上，淑妃既然怀了皇家血脉，她父亲崔焕贪污军饷之事，哀家觉得不如网开一面。崔家一案确有疑点，儿臣也觉得不及宣布，不如借这个机会再细查一番。皇上，崔焕贪墨军饷30万两，
他可购置3000柄墨刀，够北疆守军吃5年。就因为他的女儿怀有皇嗣，他就敢罔顾国法，就这么放出来，臣等不服啊！丞相所言极是，此等奸佞，岂可因裙带之亲脱罪？皇上当初上使皇子时，雍王坐镇刑部，那可是铁面无私，从未有过徇私枉法之事。皇上如今这般行径，岂不是让天下人寒心？皇上若要执意如此，老臣就只能以死相见了。若皇上执意于此，臣只能以死相见。可此案疑点众多，朕罢了罢了，此事容后再议。娘娘，奴婢听说朝堂上，是不是我爹放出来了？太后娘娘果然没食言，我这就去找我爹。娘娘，崔大人还在牢里，李丞相撞柱死谏，皇上他受贿成命了。我都已经怀上了，还是不能把爹救出来。可恶，系统还在升级，得靠我自己想法子了。对了，袁深的弟弟在掖庭，说不定他知道父亲贪污之事的真相。玉成，过来。姐，你怎么来了？这地方可不是你该来的。姐姐如今正得盛宠，现在已经怀了龙嗣。那这地方更不是你该来的，快走！你听我说，原本太后曾许诺我，如果怀上皇子，便可放了父亲。可朝堂上那帮老顽固却极力的阻拦，甚至不惜以死相逼。我总觉得这事有蹊跷，所以就想来问问你，父亲贪污一事的真相。姐，爹根本没有贪污，他是被陷害的。陷害？爹是给雍王的镇北军押送军饷时出的事。爹是押运官，和以往一样走的官道，却不想半路遇上劫匪，爹还没回京禀告皇上，污蔑爹贪污军饷的折子就先递了上去。还真被我猜对了，竟然真的是被冤枉的。口说无凭，你有证人吗？证人就是雍王的谋士玉良泽，爹曾与他有书信往来，商讨如何追回被劫军饷。只是此人失踪了。那如果说是信件还在雍王府呢，岂不是就能证明爹的清白？朕堂堂一个皇帝，放个人都不成了。皇上息怒，诸位大人说到底也是按律办事的。臣妾参见皇上。玉婉，你怎么来了？臣妾有罪，让皇上因为臣妾父亲的事情影响了心情，只能做些糕点哄皇上开心。爱妃有心了。你父亲的事，朕会另想法子。昨日审理，此案明明疑点重重，可那帮老顽固居然说证据确凿。看来皇上也察觉到案子有疑点，那我必须尽快把证据找出来。娘娘，你要这太监服干什么？我明日要出宫一趟。出宫？这太危险了！您眼下怀着身孕呢，这万一……没有万一，我意已决。
虽然我不是真的崔家女，但既然进了他的身体，重活一世，总得报答他些什么。是他，脸上疹子都还没好全，今日怎么又这副样？抬稳了些，别颠坏了本王的小羽毛。是，王爷。怎么会没有呢？难道信件已经销毁了？去，这崔玉婉竟敢夜闯我雍王府！唉，你这小野猫，本王好心将你带回，你竟然擅闯本王书房。猫，我怎么没看见？小子，没那么容易！浪荡子！小野猫，爪子还挺利。谁在那儿？好险，差点就回不来了。谁在那儿？竟然是皇上，卑职不知皇上夜游，可要备撵。朕只是来晚上看星星，缅怀故人，尔等退下便是。是。若是亮亮在，说不定还能给朕出出主意。看来还得再找机会去探雍王府。今日这赏花宴是本宫一时兴起，只希望各位姐妹们莫要辜负了这大好青春。多谢娘娘。云容这个废物，交代的是一件都干不好，还得本宫亲自赏。崔妹妹这胎还得金贵，听说太医院每日请脉3回，比当年嘉妃姐姐有孕时还要细致。这风头啊，都快盖过嘉妃姐姐了。到底是头胎还是皇子，自然更宝贝些。听说这几日为了崔大人的事，皇上都跟大臣们发了好大一通，那折子上都把淑妃写成妖妃。果然女人多的地方事多，皇上那是为了我吗？分明是朝臣不服他，借着崔家的事打压皇上。哼，妹妹莫要听他们嚼舌根。太后寿宴，姐姐多有得罪，在这儿给妹妹赔不是。我也是太在乎皇上了，才生了妒意。往后啊，你我就是亲姐妹。今日本宫特意请了江南的琵琶班子，至于各位，不如移步听兰亭赏曲，可好？好。哎，妹妹生下皇子，可想过要什么样的封号吗？臣妾还没想那么多。如今你我辈分相当，妹妹何须如此疏远啊？哎，怪了，有蜜蜂！我就不信你这胎死不了！哎呀，妹妹，怎么这般不小心啊？快来人啊！妹
救命！我不会游泳。娘娘，血！娘娘，你流血了！翠嫔，翠嫔，他方才落水受寒，又流了血，胎儿如何？回皇上，淑妃娘娘从未有孕。你说什么？孩子没了，是根本未曾有过。你说什么？淑妃娘娘红疹消退，脉象才逐渐清明，说明先前假孕之象应是误食了什么，本该毒发，但因娘娘易孕体质，只起了红疹，也让臣误诊了喜脉。误诊？你要气死哀家呀！你那他突然流血，只是来了癸水。是饭桶，太医院全是饭桶。哀家搬了3个月，我的孙儿没了。玉环，我之后热毒其者，他也吃落水，这后宫的脏水都快淹到朕的眼皮子底下了。玉环，母后，孩子还能再有，至少现在淑妃无碍。若贾渊是误打误撞，那便是有人要陷害淑妃，这红疹便是证据。这帮妒妇，这是把哀家的话当作儿童疯了。把你们主子近日用的香囊、药渣、膳食、衣物等，统统给朕呈上，交给太医逐一查验。淑妃怎么样了？孩子没了，是个成了心的男孩。本宫出手，果然万无一失。可怜淑妃，这一遭伤了底子，怕是以后都生不了了。该，本宫倒要看看这次你还怎么狐媚惑主。嘉妃这瞧着，似乎对淑妃小者一点也不意外。皇上，您看错了，臣妾甚是悲痛，所以一时没反过神来。朕听闻，淑妃落水时是与你在一起。臣妾当时确实和淑妃妹妹走在最后，但臣妾可没有推她，定是淑妃妹妹她脚下有水，一时打滑才摔进池子的。3月低雨未下，连青苔都不长，何来的水？皇上，这池水冰寒，淑妃妹妹由于小产，皇上该让太医开一些暖宫药才是，例如用老姜3片驱寒，肉桂2钱温鸡，再佐以红枣5枚，枸杞3钱固本。你懂药理？嘉妃姐姐怀公主的时候，臣妾就在一旁伺候，自然略懂一二。那你可知什么东西误食后会催生红疹？这臣妾就不知了。哀家把丑话说在前头，谁要是伤了哀家的皇孙，哀家绝不姑息。
醒了。我这小腹怎么这么痛？我的孩子怎么了？小主，您根本没怀孕。太医说您被人下了药，但因体质特殊，才发了红疹，出现了假孕之态。原来我这个月的恶心作呕是因为中毒。虽然说怀孕是为了活命，可我心里为什么空落落的？原来我也很期待这个孩子吗？为了让算计您的人露出马脚，太后故意对外宣称您是小产，果然炸出来了。炸出来了！那个嘉妃听到您小产，脸上的表情都藏不住了。还有那个林婕妤，为了帮嘉妃说话，把自己也扯进去了。皇上这会儿正派人盯着他们呢。娘娘，嘉妃娘娘来了。去告诉皇上，嘉妃来了。哀家早就警告过你，不要对皇嗣下手，你怎么就是不听呢？竟敢在衣服上撒避孕香！是那翠玉玩水性杨花，强词夺理！哀家为了保住林家的脸面，对你一再容忍，你倒好，竟敢对哀家孙儿下手！下个月，你随你的父亲出宫吧。姑母，我不能出宫，我要是没有利用价值，我父亲会打死我的。你起了歹毒之心，哀家断不会再留你继续在皇上身边。淑妃娘娘好大的架子，让咱们等这许久，莫不是还以为自己怀了龙种？哦，差点忘了，你这小产生了身子，听说以后都生不了了。这下也不知该如何博得圣宠。行了，何必在妹妹伤口上撒盐呢？妹妹小产，姐姐甚是痛心，特地前来看看，顺便有几句话想要指点指点妹妹。虽是假孕，可看这帮人的架势，怕是不止一次对后宫的女人下手了。还请姐姐赐教。主子说话，你还不退下？嘉妃娘娘，我家娘娘身子弱，经不起。放肆！你敢同本宫这么说话？妹妹若是不会管教下人，姐姐可以教你。这尊卑嫡庶，若是不听管教，打了便是。毕竟这深宫里最金贵的，不是恩宠，是命数。你那贱婢如此，你也如此。哼，就如这枝花一样，开得再远，终究会谢。娘娘说的极是，有些人啊，命里无子，强求也是枉然。也不知道太后怎么想，再急着抱孙子，也不能什么脏的臭的都弄进宫里，这不存心恶心人吗？哼！你敢打我？为何大不得？我品阶高于你，你却一再羞辱本宫，目无尊卑，为何大不得？说起来，还是嘉妃姐姐刚才教我的。淑妃妹妹，好大的气息！不好意思，最近来癸水，情绪不稳定。你以为你还有侍寝的机会？就连太后也是看你能生儿子，才将你纳入后宫。如今你已经没了优势，就你这张脸再怎么调都是丑。皇上夜夜速宰你这，怕是都不敢睁眼了。嘉妃姐姐还是担心自己吧，把我推下水里，真以为皇上会放了你？你敢瞪我？
回皇上，一张嘴20。皇上，臣妾入宫伴驾10载，他算什么东西？您为了这个贱人，居然这般折辱臣妾。折辱？那你方才对淑妃说的又是什么？来人，传旨，嘉妃骄纵擅妒，御前失仪，剥夺管理6宫之权，禁足1月。即日起，6宫事务由淑妃暂代。崔玉婉，你给我等着，我不会放过你的！是朕疏忽，本以为敲打他们不安分些，没想到竟然变本加厉。不过也好，至少抓住他的把柄。嘉妃推臣妾入水，意外揭开臣妾假孕的事，皇上不仅没冷落臣妾，还能借此惩戒嘉妃，臣妾已经很感激了。嘉妃美则美矣，却心如蛇蝎，倒是你心思纯良。朕险些因为你的容貌而错过，往后朕一定。皇上，河南七府大旱3月，今年啃食树皮，已经出现易子而食的现象。朕上月不是才拨了50万两赈灾银吗？因崔焕贪墨军饷，北京8万将士断饷在即，臣等不得已先把赈灾款拨作军用。现如今国库空虚，若要银钱买粮，除非雍王愿腾挪军饷。好个不得已，户不可支，军中粮草仅够10日。他日北敌来犯，到时死的百姓就不止数千了，而是10万、100万。雍王爷说的对呀，皇上，军饷万万不能动啊！臣有一计。说，这江南乃是富饶之地，可是臣听说有这3层赋税进了这堂上某些人的私囊啊！臣就想，与其逼着商贾，不如查抄。入重府库啊！行了，哎呀，简直是诬陷！够！传旨，自即日起，朕减善撤约，6宫用度资财3成，命京中富户、官员募捐赈灾。朕同诏令已经发了3道，可这帮老狐狸却个个哭穷推诿。皇上脸色不好，是在为赈灾银的事情发愁。户部库银已经空虚，可赈灾却刻不容缓。这朝堂之上，有多少人金玉成山，良田万亩？朕只是让他们捐献银钱，又不是抄家。他们倒好，这3瓜2枣还不够1城百姓这1日口粮。皇上，臣妾有办法，让这些官员自己捧着钱，求您收下。什么法子？听说昨儿夜里，皇上又宿在钟粹宫了，说是淑妃娘娘小产后惊悸，连安神汤都要皇上亲手喂呢。哎呦，那淑妃虽然长得丑，但到底是有些狐媚手段在身上啊！人还在病中，就能让皇上连发3道圣旨，这才叫不简单呢。是吗？哎呀，说明啊，她才是皇后的最佳人选。今儿啊，让咱们进宫献宝，说是心情郁闷找些乐子，其实啊，就是想看咱们有没有引力劲儿，会不会巴结她。本宫思虑过重，为了早日缓解丧子之忧，特意邀请各位夫人来宫里见宝，就不必多礼了。能为娘娘分忧，是妾身荣幸。
娘娘看看这双飞燕，是西域36国进贡的贡品。夫人心意，本宫心领了。只是这宝石成色，比起本宫库里那套波斯七宝，还差3分。娘娘，你看我这个南海鲛珠串成的，每一颗都有拇指大。不瞒娘娘，这是妾身当家的，从江南采珠您手中。不错，只是比起太后赏我那串东珠，成色倒差上几分。娘娘，看看这个呀，血珀，这可是好东西，本宫宫里还真没有。娘娘真是慧眼，不瞒娘娘说，就这一块血珀就能买下刚刚绞出10几条。好，户部侍郎夫人，敬献本宫血珀1块。哎呀，娘娘，妾身府上刚得了前朝贵妃用过的玉鱼佩，说是西域进贡了暖玉，专治产后虚寒。好，好，记下礼部侍郎夫人敬献本宫前朝玉佩1块。娘娘，瞧瞧这翡翠白彩，叶脉里嵌着夜明珠，在夜里能照出人影呢。哦，快给本宫瞧瞧。好呀，只是不知诸位大人清正廉洁，是如何得的这些宝贝啊？都赶上本宫1年的月令。户部侍郎夫人捐血珀1块，折价白银8000两。礼部侍郎夫人进献鲛珠串与前朝暖玉鱼佩，折价白银10000两。还有北镇抚使夫人进献的翡翠白菜，别说我了，只怕这些好东西就是皇上也没有见过。按照各位大人的年俸算，怕是300年都攒不出这些东西。娘娘明鉴，这血珀是妾身当家的在古玩街捡的。啊，对，这南海鲛珠串也是妾身回娘家的时候在河边捡的。那我这翡翠白菜也是捡的。素心，将南边旱灾之事念给夫人们听听。河南七府大旱3月，饥民1子而食，赈灾粮草仅够2日，而诸位大人府上昨夜还有人在大宴宾客呢。那这跟我们有何关系？就是啊，无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你们的夫君，食君之禄，却不能忠君之忧。如今国难当头，你们却在这里装聋作哑。娘娘饶命，这些都是意外所得。臣妾愿将这些物件充作香油钱，供奉佛寺。供奉佛寺，前脚供奉，后脚取走，这点劲还在这骗本宫。既然是捡的，那依朕可当效仿古之先贤拾金不昧，就请诸位夫人们做好表率，为此次赈灾募捐做些贡献。娘娘，其实我这宝贝是祖传的，怎能说给就给呢？就是啊，不是我们不肯捐，这赈灾都是前朝的事儿，与我们这些后宅妇孺有何干系？皇上，您明鉴呀！娘娘只是故意要讹诈我们家的祖传宝物。诸位方才亲口承认，这些宝物是捡来的，皇上可都听见了？自然。若此刻改口，说这些是祖传的，那便是欺君罔上。诸位夫人是无碍，可你们大人的乌纱帽，怕就保不住了。本宫最后再问一遍，捐还是不捐？捐，不捐，妾身捐。昨日这出鉴宝会，既解了朕的燃眉之急，又敲打了那帮蛀虫，朕得好好感谢。皇上过奖，
臣妾只不过是学了一些杀鸡儆猴的皮毛而已，真正的厉害还是皇上那句拾金不昧。朝堂之上那些老狐狸，还是要咬碎后槽牙了。难怪亮亮死前都在强调淑妃的好，她果然聪慧过人，有勇有谋。来，尝尝这汤，是朕特意吩咐御膳房给你做的。皇上，你怎么了？你的一字眉，我的眉毛！系统，这是怎么回事？本系统将进行为期1个月的升级，宿主请多保重。糟了，忘了系统在升级。达成任务能触发本月心愿，是因为我帮皇上解决了赈灾营的事，我的一字眉才消失了。皇上，臣妾突感不适，要不您先回去。朕应该没看错，方才的一字眉突然消失了。皇上，您日理万机，出现幻觉了，还有很多奏折等着您呢，臣妾就不留您了。玉婉，你究竟还有多少惊喜？亮亮，崔玉婉当着朕的面变了脸，还有亮亮越长越喜。难道这种事为何没有公级登记在册？这不管你是谁，朕一定调查清楚。只要能得到玉环的脚印，就能知道她的脚掌大小。到那时，就能知道她是不是亮亮了。哎呦，哎呀，好险好险，差点就踩脏面粉。你没事吧？不妨事不妨事，都怪奴婢水没拿稳，奴婢该死。赶快些！只要留下足迹，朕今日就能验证你到底是不是亮亮。太后的白景图还少一景，不行，得赶紧补上。周画，国王在睡。天助我也，事不过三，这次一定能成功。青天白日，在这里脱妃子的绣鞋，皇上这品貌还真是。皇叔为何在此？皇上若真想要一只鞋，光明正大向淑妃讨要便是。莫不是这鞋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淑妃的脸竟又变白了。王爷，此乃崔玉婉入宫前的画像，经多方查证，确系同一人。短短数月，丑小鸭变凤凰，是怎么做到的？崔玉婉说帕子是她的，皇上却说是亮亮的。若容貌可随意变换，那淑妃和亮亮只能是同
一人。朕只是见他睡姿不雅，怕他着凉。皇侄这欲盖弥彰的模样，倒比戏文里还精彩几分。名字只是一个称呼，容貌也不过是一副皮囊。与其怀疑，不如遵循自己的心。看来我这笨蛋皇侄还是有脑子的，终于怀疑崔玉婉就是他一直在找的亮点。遵从自己的心，朕心悦的人是他本身，哪怕他不是亮亮，又有何妨？朕与淑妃的事，就不劳皇叔操心。行，那就说点儿需要皇上操心的。崔大人的案子，你查了3个月，来来去去就只在刑部那些口供上打转转，什么时候才能查出端倪？皇叔此言何意？此乃本王那个失踪的谋士跟崔大人一起押运享银时所写，信中提起享银数目有异。至于我那谋士，本王刚派人去他的老家查明此人身份，发现并无此人。你是说，崔大人是替人背锅？皇上若真想查明崔大人的清白，就应该彻查此案，而非在此偷女子绣鞋。哼！对了，本王的谋士名为玉良泽，自称淮阴人士。玉良泽，淮阴。30日禁足，30日！本宫定要崔玉婉那贱人生不如死。娘娘息怒，您可知崔玉婉小产那日，雍王殿下为何也出现在娘娘的赏花宴上，还救了她？为何？难道你说他们2个有奸情？是崔玉婉那贱人故意勾引雍王，我曾亲眼撞见2人在御花园有说有笑。那崔玉婉主动找雍王搭话，竟半点都不避人，简直不知廉耻。天哪！那贱人缠着皇上还不够，连雍王都不放过，真是水性杨花。娘娘，如今崔玉婉没了孩子傍身，正是娘娘您彻底搞垮她的时候。皇上在意崔玉婉，本就是看上她会生育，可如果她不守妇道在前，您觉得皇上还会容下她吗？你说该怎么做？哼！好，敢挑衅本宫，本宫这次倒要看看，他崔玉婉这次还能翻身。娘娘，这信不知是谁放在门口。何人送来的？不知，没见到人。淑妃娘娘亲戚。本王偶得能证崔大人清白之关键证据。宋元白要见我。王爷，教父清理马车时发现这信，不知何时出现在您座椅之下。淑妃要当面请约。王爷，淑妃娘娘半夜相约，恐怕不妥吧？您毕竟是外男，万一被人误会，这对王爷和娘娘名声都不好吧？有何不妥？他父亲一案，本王提供了那么重要的线索，本王当然担得起这份感谢。魏母，入宫。是。信中说你有能证明我父亲清白的关键证据。本王收到的信，是崔娘娘约本王夜半来此，当面感谢本王。
是我写的，糟了，中计了。门被锁了。是崔晴霄。玉婉，玉婉，王爷，你冷静些。本王究竟哪里不如皇上？为何你眼中只能看到他？太后，那崔氏妖女正与男人在偏殿苟且，臣妾亲眼见她浪荡模样，不知廉耻至极，您定要严惩。若真有此事，哀家定不轻饶。捉奸捉双，不免他们听到风声跑了，臣妾现在就去把他们揪出来。来人，给本宫把门撞开！谁敢擅闯？放肆！本宫乃三品妃尉，你们这群低等侍卫也敢拦本宫？娘娘明鉴，我等奉皇上之命在此守卫，任何人不得擅闯。皇上，哼，你们分明是收了雍王的贿赂，方便雍王与女人在此私通，所以派兵在这守着，怕是里头那位正在乘着雨露恩宠吧？娘娘慎言，此乃皇上亲自下令，与雍王无关。本宫是奉了太后懿旨前来拿人，你们再敢阻拦，就是违抗圣旨。娘娘，没有皇上旨意，我等绝不放行。崔玉婉，你躲得了一时，躲不了一世。你不知廉耻，勾引宗亲，秽乱后宫，简直丢尽皇家的脸面。给本宫上，把门撞开，把那对狗男女给我揪出来！我要让天下人看看他们的丑恶嘴脸。皇上有令，擅闯者死！没用的东西，给我上！有事本宫担着。朕看谁敢抗旨不遵！朕看谁敢抗旨不遵！参见皇上。皇上这般维护他，就不怕流言四起，有损圣明吗？你在质疑朕？臣妾只是怕皇上受人蒙蔽，被人戴了绿帽，更是顾虑淑妃妹妹的名声。你打着朕的名号闯宫，既然顾虑淑妃的名声，此刻便该退下。皇上，崔玉婉若当真清白，何惧开门对质？倒是皇上您这般阻拦，就非要维护这个贱妇不成吗？放肆！都住口！深夜喧哗，成何体统？太后，皇上包庇崔氏，臣妾也是惊恐皇家血脉蒙羞啊！母后，哀家只问一句话：淑妃可在钟粹宫？皇上，淑妃娘娘进了含香阁，雍王殿下也进了含香阁。什么？皇家血脉不容有失。淑妃既然不在自己宫中，那就要查。母后，让开！臣妾参见太后，参见皇上。雍王呢？崔玉婉，你把雍王藏哪儿了？雍王，这个时辰，他应该在雍王府吧？不可能，一定是你把他藏起来了。来人，搜宫！行了，折腾了大半宿，你还要闹到什么时候？不可能，臣妾分明什么？淑妃，这么晚了，你一个人在这儿做什么？回太后，臣妾入宫数月，未能为皇上诞下龙嗣，心中愧疚，就找了这安静之处上香祷告，烧了些自己抄写的经书给送子观音，祈求他能保佑臣妾顺利怀上皇嗣。说得好听，
分明是做贼心虚。我看你是与人私通，故意找的借口罢了。烧经书不在自己宫里烧，跑到这儿来烧。嘉妃娘娘入宫许久，怎么连这个道理都不懂？后宫人多眼杂，臣妾若明目张胆行事，定会遭人嚼舌根子，说臣妾行怪异之事。之前巫蛊娃娃的事，就已经让臣妾饱受争议，臣妾又怎敢再给自己添堵？你明明就是做贼心虚。够了，嘉妃，哀家知道你善妒，但你也不能倒打一耙，这么诋毁玉婉。太后，臣妾句句属实，他在骗你。哀家眼里容不得沙子，有奖必有罚。嘉妃，无凭无据指责妃嫔，其心可诛。自今日起，嘉妃降为答应，褫夺协理6宫之权，禁足思过，无诏不出。太后，我是冤枉的，我是被陷害的。好孩子，你受委屈了。臣妾不委屈，太后能站在臣妾这边，臣妾已经很感激了。这个嘉妃，仗着自己生了公主，是唯一有孩子的妃子，骄纵蛮横，无法无天，连哀家都不放在眼里。上回推你落水没抓他现行，这次正好新账旧账一起算，给你好好出口恶气。谢太后。真是奇了，这半个月未见，你这眉毛怎么淡了许多？这……母后，近日西洋使臣进贡了一盒极为罕见的脱毛膏，儿臣见淑妃眉宇之间略显英气，便顺手把这脱毛膏赏赐给了她。皇上为何要撒谎帮我？是的，臣妾还未谢过皇上。那脱毛膏的效果特别好。原来如此，那这样最好。哀家看你对淑妃好似不像从前那样子抗拒了，那是不是该考虑给哀家生个孙儿了？时辰不早了，哀家这孤家寡人就不打扰你们了。皇上，臣妾有件事必须向您坦白。亮亮这是打算向朕坦白了？这是雍王给臣妾的信，臣妾今晚确实是来见雍王的，但臣妾以性命保证，与雍王绝对没有任何过界行为。王爷，你也冷静些，分明是有人在设计咱们。那又如何？亮亮，其实本王早就认出你了，只有黄直那个蠢货还不知道，他一直寻找的人就在他的身边。你什么时候看出来的？你的眼神，你的与众不同，还有你身上那股韧劲儿。亮亮，其实本王早就看上你了。若你愿意跟我，我可以安排你假死离宫，帮你查清你父亲的案子，娶你做我的王妃。可是我已经心有所属了。我赢了皇上好几次，但在感情上，是我输了。皇上，臣妾与雍王绝无苟且。皇上，臣妾心中只有……皇上，不用再说了，朕信你。今日，朕就依你，和你做一对普通夫妻。
炊饼！哇，公子，你快看，那卖炊饼的摊子竟垒了3层蒸笼，好壮观啊！从早到晚我就没停过，还没吃完。客官，香囊，我想吃那个。瞧一瞧，看一看啊，精美的香囊。夫君，把整条街的糖葫芦都包下来。啊，整条街？啊什么？还不快去？是。公子真是好眼光，这鸳鸯香囊里装了来自西域的合欢花粉，最利夫妻之情。给您娘子买一个吧。不要不要，拿一个。真香，夫人戴上之后更美了。你怎么能在大庭广众之下亲我呢？这有什么？朕贵为天子，谁敢拒绝朕？走吧。希望父亲可以沉冤得雪，也希望我能为公子怀一个孩子。大人呐，冤枉啊！大人，什么时候能放我出去？咱们不回宫，来大牢做什么？跟紧朕，一会儿你就知道了。进宫以后还没见过你爹吧？我爹？老臣罪该万死，敬劳皇上亲礼。退亲不必多礼，今日朕是陪玉婉探视。爹，等会儿，姑娘，你认错人了吧？我可不是你爹呀！爹，你不记得我了吗？玉婉，我的玉婉，长得可不是你这样，她黑皮小雀斑，脸上还有个大痦子。不过长得虽丑，但也是我的心头宝。姑娘这等姿容，怎么会是我的玉婉呢？崔大人，她确实是您的女儿，是朕让太医为她美容了一番，才变成了现在这般模样。你真是我的玉婉？皇上隆恩，老臣粉身难报。看到玉婉过得这么好，老臣也就放心了。爹，你快起来，您在赵玉受苦了，是女儿不孝。丫头，其实爹在这儿过得还行。这些都是皇上特意安排的，说君相案疑点众多，本想翻案重审，但被朝臣谏言限制了，只能让爹先留在大牢，安排人伺候着。皇上，原来你……哎，爹，誉王的那个身边的那个谋士你还记得吗？他失踪了。哦，皇叔把你们往来的书信交给了朕，但仅有信，想要翻案怕是不够，必须要找到那个谋士玉良泽。不知崔大人可有什么线索？皇上，在军饷被劫那一夜，玉良泽举着烛台，在账房待到寅时3刻，还同老臣说要想法子追回。臣
没觉得出他有什么异样啊。那这么说，线索岂不是断了？但岳良泽离奇失踪便是最大的疑点。若是找不到他，想要追回军饷，怕是难上加难。慢着，我想起来了，老夫想起一件怪事，在军饷被劫前7日，岳良泽深夜外出，归来时衣领沾着胭脂和什么？一股异香。那个香味和寻常的胭脂香截然不同，老夫怀疑他在软香阁有个相好的。那日从他的袖中掉出半截女人的金簪，老夫当时还笑话他说老房子着火。软香阁，身带异香的女人。公子啊，您好久没来了，那晚上我可要好好聊。多喝点来。王鑫，真不错呀啊！第一次啊，紧张吗？朕好歹也是个男人，紧张什么？那就行。什么？金子，咱们现在是来这儿消遣的大爷，没钱怎么办事儿？哎呦，竟然是新面孔！两位小哥要什么样的姑娘啊？把你们这儿最有特色的姑娘都给我找来。哟，公子真是大手笔，咱这儿啊有特色姑娘多的是。来，公子您上座。你确定这样行吗？皇上放心，臣妾自有分寸。我爹说那女子身上自带异香，相信只要细细品，定能发现其中线索。姑娘们快进来！就这货色也敢带到本公子面前？换一批。姑娘们快点来！胭脂太俗，香味太冲了，这皮肤太糙了。差不多行了。公子，你要不先去隔壁包厢歇歇，我给您挑个更好的。罢了，我去隔壁房间等你。妈妈，本公子以前在外邦见过一个身上带有异香的女子，那叫一个销魂呐！你这儿可有这样的人？哎呦，公子不早说，咱们这儿啊，恰好有这么一位姑娘，叫牡丹，不过价格不低哦。钱不是问题。只要有个活儿。哎呀，公子您稍等啊，我这就把牡丹叫过来。走。牡丹见过崔公子，公子万福。身带异香，可算找到你了。崔公子为了见我，金元宝一个接一个，眼睛都不眨一下。牡丹何等荣幸！金元宝算什么？在下对姑娘倾慕已久，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这软香阁的花魁，当真是绝色。崔公子过奖了，不知公子想要牡丹唱曲儿，还是弹琴？亦或是做些别的什么？在下也不拐弯抹角了，
今日前来是有一事想要问姑娘，与姑娘相好的玉良泽，如今在何处？玉良泽，倒像个戏文里书生的名字。牡丹每日接待的恩客没有100个也有10个，哪里记得？姑娘又何必在这儿装傻？在下既然能找到此处，自然是有备而来。那玉良泽就是个寻常恩客，抠门的很。从前倒是常来，可是最近已经很久没见过他了。哦，若只是寻常恩客的话，姑娘在听了他的名字之后，怎么指尖都在抖？公子有所不知，那玉良泽曾对牡丹许下山盟海誓，他骗我说去考功名，带着我攒的私房钱一去不复返。牡丹心中苦楚，其实我也一直在找那个负心汉，只是他早就消失无踪，根本查不到一点下落。唉，没想到姑娘也是命苦之人。姑娘不必伤心，相信终有一日，姑娘定会遇到那个真心珍惜你的人。多谢公子开解，牡丹感激不尽。牡丹以茶代酒，敬公子一杯。我也是性情中人，姑娘不要客气。我只是见不得姑娘如此伤心。胸那么大，分明就是个女子，还敢在我面前扮男人？什么？你发现我是？糟了，中计了！这都半个时辰了，怎么还没来？皇上，淑妃娘娘不在房内。不在房内？那还不快去找？是，奴才这就去。请问可曾见过一位身穿月白锦袍的公子，身材高挑，面容俊秀？来我们阮香阁的俊秀公子多了去了，您说的是哪位啊？不会是在哪位姑娘的温柔乡里吧？放肆！我家公子是你怠慢得起的，快说，那位崔公子到底去哪儿了？吵什么吵？哪里来的娘娘腔？敢在阮香阁大呼小叫，得罪了贵客，你担待得起吗？你放肆！人呢？还没找到。公子，这位公子，这里是阮香阁，不是你擦眼的地方。兄弟们，给我上！好一个阮香阁，连本公子的人也敢扣下，给我上！把这栋楼给本公子翻过来，要把人找到。哎呦，这是哪路神仙呐？我阮香阁何时得罪过你呀？少废话，与本公子同行的人在哪儿？这崔公子他早走了呀，他给了牡丹姑娘10两银子过夜资就离开了。走了？不可能！哟。今日这阮香阁可真是热闹。雍王殿下，你要为奴家做主啊！这位公子他带人攒馆子了。不在宫里陪着他的淑妃，跑到这烟花之地大动干戈，莫非他也是为了牡丹身上的线索？哼！此刻硬闯只会打草惊蛇，惊动了劫阴案的幕后之人，先回宫。我们走。牡丹既敢扣人，必有所图。
那你也不该为了找淑妃大闹阮香阁。要是被人认出了身份，朝臣百姓少不得议论。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暗中查访，寻找蛛丝马迹。暗中查访谈何容易？这么大的京城，咱们去哪儿找？我会帮你，不过在这之前，我必须告诉你一件事：崔玉婉，便是你一直要寻找的小宫女，亮亮。其实，这件事我早就猜到了。亮亮，原来崔玉婉就是亮亮，她被牡丹给绑架了，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崔玉婉，上次那药箱只让你起了疹子，这次可是你自己送上门来的。谁？寻一支静心安神的半月香。贵客请。是你，寻半月香。那香可有些日子没做了。香，我今日不要，我是来问一件事的。你们是不是绑了一个姓崔的女人？崔姓的女人何其多，你说的是哪一个？宫里的，皇上最宠爱的淑妃，崔玉婉。皇上和雍王已经暗中调派了人手，你们把这样一个烫手山芋攥在手里，是真不怕死啊！看来这个淑妃很值钱啊，竟然能让唐国最厉害的2个男人为她拼命。只是宫里的娘娘，怎会落到我手里？值不值钱，你早晚会知晓。但我要确定，你绑的是不是崔玉婉？好，跟我来。人你看见了，是你要找的人。没错，就是他，华成辉我都认识。你想怎样？莫非你想赎他回去？这价钱可不低。这是500两黄金。你想赎他回去？不，我要他死。500两黄金就买他的命？他怎么得罪你了？自从他入宫，皇上眼里心里就只有他一人，后宫佳丽3000，皆成摆设，你说他该不该死？哎呀，深宫寂寞，这就是你们的命。之前的半月香就是用在他身上，本以为能让他一尸2命，结果呢，就只让他起了一身红疹，真是便宜了他。我的香竟会失效！雍王殿下，那个自从我认识起清冷自持、不近女色的雍王殿下，竟也对他青睐有加。我不信，我偏要试试。我假借他的名义，给雍王送了一封信，约他宫中相见。你猜怎么着？那个一向冷静、步步为营的雍王殿下，为了他，竟真的冒险深夜入宫，只差一点儿就被捉奸在床。哼，凭什么？凭什么他得到所有人的目光？皇上爱他，雍王爱他，就连我的亲姑母、当朝太后也处处护着他。你说，
有他一日，我们这些人还有什么盼头？他是不是该死？他早就该死了。没想到林荣竟恨我至此，他竟然喜欢的是宋元白。哎呀，装得挺像啊！你早就醒了吧？听到那番掏心掏肺的怨恨之言，感觉如何？你也不用在这儿吓唬我，你如果真的想杀我，就不会把我绑在这个地方。可林荣给了我500两黄金买你的命，有钱不赚是傻子。说吧，你想要什么？我想要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公子需要什么。崔玉婉，你的生死在于你能拿出多少诚意来换你的命。公子，淑妃娘娘，久闻大名。你就是雍王身边的那个谋士玉良泽。玉良泽只是本人在中原的代号，其实我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对娘娘并无恶意，我可以平安地把娘娘送回宫中，回到皇上的身边。条件？娘娘果然是聪明之人，我亲自露面与娘娘相见，是有事相求，是想让娘娘帮我运送30万两饷银。果然是玉良泽劫了军饷，只要找回这批银子，父亲就有救了。是你们劫了镇北军那批军饷？钱已经在我们手中，只不过在运输的过程中，我们遇到了一些麻烦。我们需要一个有足够分量，能够接触到宫廷内外关节的人，帮我们将这批钱安安全全送回高丽。你们是高丽人？高丽弹丸之地，罪而小国，竟敢将手伸到我唐国的军饷上，你们好大的胆子！淑妃娘娘不必如此激动，30万两对于幅员辽阔、国库充盈的大唐而言，不过9牛一毛，但对于我们高丽，那可是能救100万百姓性命的甘霖。况且这30万换娘娘的性命也很值，不是吗？好啊，不就是运钱吗？可我怎么没看见钱在哪儿？你不会是在骗我吧？娘娘这是在打听这笔钱的下落。既然你们要我帮你，那就要坦诚一些。娘娘无需费心这些细枝末节的事情，娘娘需要做的很简单，我们需要一艘足够结实、能够远行的大船，还有通关文牒。以娘娘如今正得圣宠的势头，这不难吧？好，我帮你。那你们现在可以送我回宫了。淑妃娘娘，口说无凭，你若回到宫中，后果的怎么办？那你要怎样才肯相信我？你亲手写一封与我高丽密谍互通消息的信，按下手印。这帮高丽人真是心思歹毒，万一事发，千银一事就会栽赃到我头上，父亲贪污军饷一案便会坐实。娘娘放心，事成之后，这封信将永不见天日。那如果事不成呢？这便是你们用来威胁我的把柄。没错。你们休想！我是大唐淑妃，崔家的女儿，我是绝对不会助纣为虐，也绝对不会出卖自己的国家。你们想让我帮你们运走劫我大唐将士的军饷，做梦！淑妃娘娘，话别说得太满。我呸！有本事你们就杀了我，看看是鱼死还是网破。淑妃娘娘可真是
忠烈可嘉呀。可接下来行不行，从来都不是娘娘你说了算。这里是钟粹宫，我回来了。娘娘，您终于醒了，您都睡了一整天了。素心，我是怎么回来的？奴婢也不清楚。今儿个一早，守宫门的侍卫发现娘娘昏在宫门口，赶紧把您送了回来。太医来看过，只说您是受了惊吓，气血不稳，并无大碍。娘娘，您去哪儿了？一晚上都没回来。皇儿，皇儿，皇上，你怎么样？皇上，朕正在和皇叔商量去哪儿找你，你怎么自己回来了？我想不起来了，我只记得那天晚上我在软香阁见到了牡丹，然后她敬了我一杯酒，喝完我就晕倒了。那之后的事呢？一点也想不起来。头好痛，我记不清怎么离开那里的，更想不起来我是怎么回来的。无妨，想不起来便不想，回来了就好。对了，既然找到了牡丹，记得她的样貌吗？记得，我这就把她的样子画下来。等等，他的样子，我想不起来了。我们明明见过的，为什么我现在脑子里一片空白，什么都想不起来，就像隔了一层雾一样？别急，或许是惊吓过度，才一时记不起他的样貌。你先定定神。不，再让我试试，我一定可以。我画不出来，我画不出来了。我怎么了，皇上？我怎么了，皇上？可能是那些贼人给你下了什么药，才让你一时忘记了牡丹的样貌。可现在怎么办？咱们好不容易找到的线索，贼人跑不了，有我在，定会查个水落石出，还你父亲的清白。皇上，婉儿，嘘，别说话。臣妾经此一遭，吓得心到现在都还在打颤。皇上不安慰安慰臣妾吗？婉儿，你今日是怎么了？倒是让朕有些陌生。臣妾刚在鬼门关里走了一遭，能再次见到皇上，实属不易。经此一遭，臣妾更是明白了自己的心意。皇上，不如与臣妾及时行乐。
皇上这腰上的龙纹，若盘在妾身身上，倒比绣在布料上鲜活100倍。爱妃今日真像个妖精。那皇上，今晚收了我这小妖精吧。皇上，臣妾生辰快到了。想要什么，朕都允你。臣妾不想要那些俗物，臣妾想要一条船，从京城出发，一路南下，去那江南看看。下江南？皇上陪臣妾去嘛。我们不摆仪仗，不惊动任何人，就装作寻常夫妻，微服私访。你这小妖精，想法总是这般出人意料。下江南非同小可。皇上，臣妾去了一趟软香阁，差点命都没有了，就想出去散散心。皇上都不行吗？罢了罢了，朕都依你。明日朕就让人安排船只。等朕下了早朝，便来寻你。臣妾恭送皇上。做得很好，有了这个，我们随时可以出关。现在就缺一条合适的船了。找到没有？皇上，您还记得昨日去过哪儿吗？朕昨日除了早朝，只去过。皇上在找什么？婉儿，你怎么来了？臣妾给皇上炖了参汤，补身体。辛苦爱妃了。方才朕在找朕的丝叶，朕明明记得昨天还在身上。系统重启中，能量补充完毕，正在连接宿主。婉儿，婉儿，他早就该死了。我竟然偷了皇上的丝叶，给牡丹盖了通关文牒。宿主，本系统扫描发现你的脑子被中了蛊虫，刚才我已经用激光替你清除了。可我现在已经闯大祸了。你怎么了？皇上，臣妾无碍，或许是昨夜折腾太久，有些头疼。皇上，臣妾好像已经找到那批失踪的响银了。响银？你记起什么了？记起了一点，皇上，那批银子的下落，现在还不能告诉皇上，具体细节还需要臣妾一些时间确认，但请皇上相信臣妾。不会有什么危险吧？皇上
只需相信臣妾就好了。婉儿，有一些话朕必须和你说。朕信你，从第一次在御花园见到那个冒冒失失会救人一头扎进朕怀里的小宫女亮亮时，朕就信你。你什么时候认出我是？听朕说，从和你相处的这几个月里，朕就明白了许多。皮囊再好，不如内心良善。朕差点错过你，崔婉，朕心悦你很久了。你说什么？我没听清。无论你是亮亮还是崔玉婉，朕中意的自始至终只有你。朕说过，朕信你，朕要你做朕的皇后，与你主理6宫之权。婉儿，放心做你想做的事，朕会一直在你身后。皇上，你的私印是臣妾拿了。皇上不问臣妾为何偷拿你的私印吗？朕不问，朕信你。臣妾之前拿它做了一件错事，可臣妾已经想到法子补救了。臣妾一定会想办法找到那批响银，也一定会想办法证明我父亲的清白。无论你做什么，朕说过，朕永远是你的后盾。丽萍姐姐，林妹妹，你怎么来了？姐姐，出大事了！淑妃她没死，传言说皇上准备封她为后，让她主理6宫。淑妃，她当皇后了？谁晓得她用了什么狐媚手段蛊惑皇上？如今她位分在我们之上，又得皇上欢心。姐姐，我们以前可没少给她脸色看，特别是……那怎么办？以她现在的身份，要是想要报复我们，岂不是轻而易举？她会不会跟我们穿小鞋？姐姐莫慌，越是这个时候，我们越要沉住气。她刚晋升淑妃不久，根基未稳，正是需要人捧着的时候。我们都向她请安，姿态放低些，好好奉承奉承她。奉承？可她会领情吗？我听说淑妃喜欢吃御膳房新做的梅花糕，姐姐若想讨好她，不如从这吃食上入手。梅花糕？对啊，这主意好，我这就吩咐御膳房，定要准备新鲜的食材。淑妃娘娘万安。听了娘娘喜爱点心，臣妾特意让御膳房的点心师傅新琢磨出的新花样，用了上好的糯米粉和梅花蜜，望娘娘赏脸尝尝。丽嫔有心了。马屁精，嘉妃一出事就赶着来巴结我。不过好在这个丽嫔没真的害过我。这点心如此难得，本宫一人享用，未免可惜，不如送去给太后。娘娘说的是臣妾考虑不周了。太后最喜欢这些精巧玩意儿，我们这就送去给太后。这点心娘娘喜欢是她的福气，太后那边不如咱们下次请安的时候再带些过去。林婕妤此言差矣，孝敬长辈是宫中的规矩，更是你我为人妃嫔的本分。莫非林婕妤觉得这糕点不配送到太后面前？臣妾不敢，臣妾绝无此意。娘娘仁孝，是臣妾狭隘了。那便好。素心、备轿、丽嫔、林婕妤，随本宫一道去给太后请安吧。臣妾见过母后，母后万福金安。都起来吧。淑妃
今日怎么有空带着他们过来了？回母后，丽嫔妹妹得了些新巧的糕点，想着难得，特来孝敬母后，请母后尝尝鲜。哦，梅花糕，这倒新奇。尝尝。太后，不可！臣妾该死，臣妾一时手滑，惊扰太后，请太后恕罪。林婕妤，你这是做什么？丽嫔做给我吃的糕点，怎么到了太后这里就碰不得了？回淑妃娘娘，臣妾是觉得太后凤体金贵，年纪大了，怕是吃不了这些甜腻粘牙之物，一时情急才有失分寸。不是我，不是臣妾，这糕点是丽嫔娘娘带来的，与臣妾无关。你胡说！这糕点分明是你所为我做的，方才在钟粹宫，淑妃娘娘送来给太后，你百般不愿，到了这里，你要发疯似的打落太后手里的糕点，不是你还能是谁？林婕妤，事到如今你还要狡辩，若非你下毒，为何阻止太后？臣妾没有，姑母，太后，你要相信臣妾，臣妾是冤枉的。冤枉？林荣，哀家看你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先前几次三番陷害淑妃，又是巫蛊娃娃，又是避孕香，哪一样哀家不知？哀家念着你是我的内家侄女，念着林家的情分，身为姑母，都替你遮拦了。你倒好，不思己过，变本加厉，下次毒手算计到哀家头上来了。这梅花糕，淑妃吃了，淑妃没命；哀家吃了，便是哀家毙命。你好狠毒的心，连自己的亲姑母都要谋害。姑母，求你饶了我吧，臣妾知道错了，臣妾再也不敢了。您看在我父亲的份上，饶了臣妾这一次吧，姑母。晚了，哀家不是没给你机会，是你自己不要。人命关天，哀家留不得你。来人，将林婕妤拖下去，交由大理寺审问。告诉他们，这是哀家宫里的案子，该怎么判就怎么判，不必顾及林家颜面。不要！不要！不要！姑母，我不要去什么大理寺！不要！王爷明鉴呐，牡丹在我这儿只是挂靠的头牌。自从您那位朋友大闹一场以后啊，他就再也没回来过了。我要见他。王爷您稍等啊，我再去问问门下那帮猴崽子，看看有没有见到牡丹姑娘。现在。雍王殿下大驾光临，有失远迎。你认得吗？这京城之中，谁人不识雍王殿下的威名？王爷深夜到访，莫非也是为了那批饷银？王爷，关于那批饷银，牡丹还真有线索。快说。船已经备妥，3日后皇上会登船微服巡视，御用的楼船已经提前1日停靠在城外运货码头。码头外
3步一岗，5步一哨，守卫极其森严。守卫再森严，也总有空隙。你们可以扮作运货的船工，明日午时将那批饷银混在普通货物里，提前搬上楼船。皇上微服巡视，断然不会带很多侍卫上船，届时船上只会有干活的船工。此事关系重大，牡丹，由你亲自去办。记住，挑最好的人手，务必万无一失。公子放心，牡丹明白。记住，如果事成之后燃放黄色的信号弹，我会派人去接应。如果中途出现差池，便马上燃放红色的信号弹，我便派人去凿船，保护饷银。以后得了空，朕便带你游船散心。君无戏言，皇上可不能耍赖。皇上，这些船工整理船务颇为辛苦，臣妾想带皇上犒赏一番。去把船上的兄弟们都叫上来，拿赏钱。是。来，大伙儿们都来领赏吧！来，大家快啊！皇上重重有赏。谢皇上隆恩，谢娘娘赏赐。崔玉婉这个蠢女人，果然被公子拿捏得死死的。饷银已经顺利运上船，只待船开发出信号，便可大功告成。就连这个唐国皇帝也能一举拿下。皇上，人都到齐了。来人，将这伙假扮船工、意图不轨的贼人统统拿下！崔玉婉，你敢阴我？阴你？牡丹姑娘说笑了，本宫只是代替大唐捉拿别国奸细罢了。事已成，牡丹果然不负我望。传令下去，时刻接应。是。有事起奏，无事退场。苍天在上，雍王殿下为奸人所害，臣恳请为雍王申冤。这是雍王殿下，怎么成了这副模样了？皇上，臣乃雍王谋士玉良子，臣有本要奏。臣有一物，请皇上与大臣一见。岂就是玉良子？雍王出了何事，竟被你如此抬上？这雍王殿下为何会昏迷不醒？这皇上不知吗？此乃先帝遗诏，藏于钦天监星图之内。臣于昨日偶然得知，诏书中所言，关乎大唐国祚，更关乎皇位正义。一派！先帝驾崩，朕以所知即位，何来一诏一说？玉良子不是疯。皇上如此得宠，是不敢看你诏吗？先帝遗诏本是传位于雍王宋元白，且在遗诏中言明，当今圣上心术不正，不堪为帝。墨色崭新，破绽如此明显。
还好意思说是遗诏？好一个先帝遗诏！去，你好大的胆子，竟敢伪造先帝遗诏，惑人心！皇上说臣伪造，那臣倒要请问皇上，3日前，雍王奉旨入宫，就再没出来。他去哪了？若非臣起疑，暗中探查将其救出，只怕这雍王早已失去性命。诸位大人，雍王殿下本就被先帝寄予厚望，如今却落得如此下场，这难道不是印证了遗诏所言？皇上容不下这位功高震主的亲叔叔吗？皇上，这位谋士所言可是真的？雍王殿下当真是？不好！雍王乃朕之血亲，朕岂会加害于他？玉良泽，你血口喷人！雍王3日前便已失踪，今日你却将他带回，叛乱之人分明是你。臣的居心便是尊奉先帝遗诏，拨乱反正。皇上篡夺权位，残害宗亲，德不配位。臣恳请皇上顺应天意，退位让贤，由雍王殿下继承大统。但失手又如何？你以为你赢？真正的较量现在才开始，这盘棋我还没输。放肆！李良泽，谁给你的狗胆？这个在金銮殿上口出狂言，煽动谋逆！皇上乃先帝亲历，万民归心，岂容你这等奸佞小人再次污蔑？我打死你！我！丞相大人此言差矣，臣所言句句属实，皆是为我大唐江山社稷着想。先帝遗诏在此，雍王殿下重伤在此，难道不是铁证如山吗？你放屁！一派胡言！那遗诏分明是你伪造，至于雍王殿下，定是你狼子野心，为达目的，不惜加害主君，然后再嫁祸皇上。你，丞相大人真是好口才。若是我加害雍王，为何要将他抬上朝堂？至于诸位，难道毁尸灭迹岂不是更好？玉良泽，你口口声声先帝遗诏，口口声声雍王被害，朕请问你说你3日前救出雍王，是在何处救出？除你一人，还有何人能证明？答不上来是吧？那是因为你所谓的残害雍王，不过是你谋逆篡位的借口。皇上休要转移话题，臣能将雍王殿下救出，自有勇士相助。如今重要的是遗诏的真伪，是雍王殿下身上的伤。皇上若问心无愧，何不传召太医当场验伤？何不召集宗室重臣辨别遗诏真伪？验伤，辨伪。玉良泽，你以为朕会让你称心如意？你带着一个来历不明的遗诏，还着一个不知被你动了什么手脚的雍王，就在这朝堂之上指控朕，是谁给你的胆子？来人！玉良泽妖言惑众，图谋不轨，将其同党一并拿下，打入天牢，听候审问。雍立刻送回王府，传太医惩治。皇上，你这是要杀人灭口吗？遗诏在此，众人见证。皇上若强行镇压，只会更显心虚，只会让天下人唾弃你。各位大人，难道你们就甘愿助纣为虐吗？逆贼，还敢大言不惭！逆贼，还敢大言不惭！玉良泽，你这个暗藏祸心的高丽奸细，事到如今还敢在此妖言惑众，颠倒黑白。淑妃娘娘，他是高丽国的奸细，你胡说八道！我胡说，玉良泽，或者我该叫你朴正泰。你费尽心机潜入我大唐，先是博取雍王殿下信任，成为他的谋士，实则包藏祸心，离间君臣。诸位大人，可
可还记得数月前闹得沸沸扬扬的军饷失窃案？我父亲崔焕因此蒙冤下狱。今日我便要揭开真相。此女名牡丹，乃是玉良泽在京城的统领，负责替他打探消息，接应转运赃款。箱子里的这些，便是他当初抢来的军饷。因挑拨皇上制造嫌隙，设计偷盗军饷，精心布局，事后将一切罪责嫁祸给我父亲。如今你眼看阴谋暴露，便狗急跳墙，伪造先帝遗诏，挟持雍王殿下，当众污蔑皇上，妄图以此扰乱我大唐朝纲。你好大的胆子！一派胡言！你血口喷人！此女子是谁？还有这些银两从何而来？我根本就不知。分明是你为了替父脱罪，凭空捏造，栽赃陷害。栽赃？玉良泽，事到如今你还想狡辩？牡丹，你还要替这狼心狗肺卖主囚笼之徒隐瞒？你若坦白，皇上或可念你被人蒙蔽，从轻发落。奴婢抄，奴婢全都抄。奴婢是奉承，不是玉良泽的命令，自京城潜伏。这些都是他利用职务之便盗窃的军饷。他顺势争执，就待奴婢会高丽相扶，求皇上饶命，求皇上饶命啊！好你个狗贼，竟是高丽派来的亲戚！我等险些被这狗贼蒙骗，误会了皇上。原来如此，皇上，是臣糊涂，臣险些中了这奸贼的离间计呀！以前教女有方，淑妃临危不乱，智勇双全，实乃我大唐之幸啊！玉良泽，朴正泰，现在人证物证俱在，现在还有胡话可说？不是这样的，是你们串通一气陷害我。遗诏是真的，雍王就是他害的，你们都被骗了。住口，狗贼！你盗窃军饷，构陷忠良，离间君臣，桩桩件件铁证如山，岂容你再狡辩？皇上，臣妾恳请皇上即刻将此辽擒拿，明正典刑，以儆效尤。准奏！来人，将高丽奸细朴正泰及其同党牡丹一并拿下。崔亲家忠心为国，乃是受奸人陷害，即日起官复原职。皇上，高丽国遭遇百年难见的旱灾，百姓流离失所，饥寒交迫。我可以死，但求皇上体恤高丽百姓，赐言赈灾。皇上，万使不得！高丽人阴险狡诈，万不可呀！等等，你说的也有理，除了谁也不能合法进来。朕决议赈灾高丽。唐朝皇帝万岁万岁万岁！自今日起，高丽便划归我中华版图，更名为韩县。什么？你要吞并我国？这是通知，不是圣谕。皇上圣明。系统，誉王是为了查案才被牡丹算计的，你有什么法子救他吗？宿主成功协助皇上化解朝堂危机，戳穿奸细阴谋，获得积分1000点，可愿消耗所有积分，兑换1枚百草还魂丹。对，立刻对。皇上，我有办法救雍王。王爷，皇叔，皇上，我这是怎么了？朴正泰，遗诏都过去了。朴正泰是高丽奸细，现在已被皇上拿下。众卿家可有事起奏？微臣有本启奏。此乃虎符，统领边关数10万兵马。如今高丽奸细一出，边境暂不全守。微臣自昏迷醒来之后，反思两空。皇上临危不乱，实乃天命所归。大唐需要明君，而非拥兵自重的藩王。
臣自愿交还虎符。皇上，这你放下。皇叔深明大义，朕心甚慰。虎符朕可暂代，但皇叔仍是我大唐的雍王，国之柱石。皇上过誉了，臣只愿大唐国运昌隆，百姓安康。望诸位同僚尽心辅佐皇上，共创大唐盛世。臣等定鞠躬尽瘁，辅佐皇上，万万不辞。这才是我崔玉婉该有的美貌。瞧瞧这肌肤，光滑如丝。那些烦人的麻子总算不见了。恭喜宿主圆满完成所有任务，重获新生。本系统即将下线，祝你未来一切顺利。玉婉，快跟着去慈宁宫，母后想见你。母后，儿子和玉婉给您请安。你这猴崽子，无事不登三宝殿，哀家知道你想说什么，是不是李后的事？玉婉，你怎么了？没事，只是有些不舒服。快穿太医。恭喜皇上，贺喜娘娘，娘娘脉象滑如走珠，正是有孕之象。你说的可是真的？这次可不会再看错了吧？臣已确认，娘娘已有身孕。天可怜见，哀家终于要抱上孙子了。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崔氏玉婉，得容昭昭，若日月之明；慧心朗朗，似星河之灿。昔以方仪入子辰，今以一行照六合，成九宅之一，长六宫之二，实乃天命所归，众望所服，钦此。今受奉印，以统摄交房，配徽衣而母仪天下。望卿秉持坤德，克协恭维。皇儿，你可愿与朕共成宗庙社稷之重，同襄大唐盛世之宴？我愿意。吾皇万岁！万岁！万岁！请大家喝奶茶了，谢谢董姐，谢谢董姐。来了来了。那个可乐好不好喝？好啊。是吧？来呀，可乐来呀。等等，他勾着我衣服，不好意思，撒不开。对，那我重新拿吧。来，开。来录。来，开机。3、2、1，来看。开机。来录。3、2、1，开始。